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以太坊啊。以太坊最近的活跃度有了比较明显的上升啊，再加之 POS 状态下的挖矿产出比 POW 的要少，现在以太坊的实际燃烧是略大于产出的。那以太坊究竟是怎么样实现这个的呢？我等会儿会给你们详细解释一下。以太坊最近的链上活跃度也有了不错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呢 ，NFT 也有了一些走暖的趋势。确切的来说呢，应该是以太坊的币价和 NFT 的暖热程度是二者互补的，毕竟大量的 NFT 交易要用到以太坊去做手续费嘛。这几天以太坊的表现也算是相对亮眼的，目前的价位呢已经突破了$1600。以太坊有可能会涨，这一点我在1月15号的节目也曾经说过。以太坊中心化程度比较高，再加上它接下来的上海升级，那么项目方想要操作炒作拉一波盘是完全可以的。OK，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会来分析一下上海升级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啊，砸盘还是拉盘。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你们检查一下是否点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每周的 NFT 大奖了。好，来讲正题啊，以太坊信标链的质押总量已经突破了1700万枚，信标链的验证者的总数量为50万0657个。这个验证者它的门槛可是32个以太坊啊，那真正以太坊的基数人群可是非常大的。目前以太坊的 APR 维持在3.8%，其实按照这个年化收益来说，一年3.8%的收益并不算高啊，但是以太坊还能维持大量的用户群体，可以看出来以太坊社区的共识还是比较强的。毕竟信仰才是加密货币的根基嘛，不是产品，不是服务啊。当然了，所有加密货币项目的最终形态都是要向产品和服务转型的。以太坊也是在做这方面的事嘛，扩展它的应用。刚才我也提到了，以太坊的燃烧率是略大于产出的，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主要是因为 EIP1559，以太坊在 POW 也就是矿机挖矿的时代的燃料费是这样计算的：每一笔交易都会形成拍卖，而用户们必须参与竞标，矿工赚的就是这个钱，最终的第一价，也就是出价最高的人得到这个搬运费。那这样就会导致手续费很容易虚高，大家都要竞标，而矿工们还要不停地挖币，这个币不一定是会燃烧掉的。虽然说矿工挖矿啊有电价作为价格锚，但是产出不容易控制，因为你无法控制所有的矿工嘛，你怎么让他们挖多少币？这些你都是无法控制的，但是以太坊转了 POS 以后呢，就可以进行很多操作了。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这个质押收益3.8%，比之前是越来越低的，之前还能给到4.5%左右嘛，是不是？为啥？因为质押的人多嘛，而且 EIP1559还引入了费用燃烧机制，每笔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会被烧毁并永远的退出流通，这就会降低以太坊的流通供应量，让它进入通缩状态。所以呢，需求不减少，而供应减少的话，以太坊的币价就很有可能会涨。当然了，需求是建立在实际应用上的，没生态没应用，需求也就起不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啊，其实我们常说的以太坊2.0呀，这种描述是不专业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以前的 1.0 POW 叫做执行层，而2.0叫做共识层。随着 EIP1559的引入，交易中使用的基本费用会被烧毁，从流通性中移除，那么这就意味着如果网络上有更高的活动，将会导致更多的以太坊被烧毁，而供应量的减少将会导致以太坊的价格的升值。还是那句话，需求不变甚至扩大的话，以太坊就有可能会涨。但涨多少还是得看项目方怎么控制币价，毕竟项目方也要赚钱，也要出货嘛。这就牵扯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了，上海升级。以太坊提款其实在 EIP4895 里面有提及一部分的细则的，很多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以太坊开放提款了以后，会不会形成人们都把钱取出来卖掉，最后形成巨大的抛压砸盘，币价大跌呢？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当然有，但是以太坊项目方不会让它发生，因为以太坊项目方就靠币价生活呢。它的背后有多少大佬想要从这里面赚钱呢？那你说币价砸下去了，这些人还怎么赚钱？还别说国外的一些外围机构呀、大机构、投资机构也持有着大量的以太坊，所以呢，他们都不会希望以太坊大跌。而且你们要记住，以太坊项目方是可以控制提款规则的，如果他怕抛压太大的话，他就可以给这些提款的人少提一点，制定更多更繁琐的提款规则。虽然说这样做对他的信誉度影响不好，但是你耐不住人家信仰高呀，市场炒作能力强呀，所以呢，项目方自然有办法稳定住币价，只要韭菜认可就行，对吧？
我觉得如果接下来的行情没有什么黑天鹅事件的话，比如灰度暴雷、SEC 被美国法令监管、DCG 暴雷、Genesis 暴雷之类的超级重磅的金融黑天鹅，那么美国的 CPI 继续下降，再配合美联储的加息放缓，市场回暖还会继续的。当然了，这波是不是牛能回来呢？能回到多少呢？还不好说，毕竟加密货币的边际效应已经很明显了，市场在扩大，再能扩大多少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你觉得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外围人来买加密货币吗？所以以太坊你不要把它去往什么以太坊能上1万2万了，不必要太过于乐观，追求高倍率。作弊不一定要贪，很多时候呢套的就是贪的人。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近期是否能考虑买入以太坊呢？你们先看这张图你们看持有10个以太坊的地址的数量，蓝线区域和黑线区域，主要看这一块我之前经常给大家分析的是蓝线和黑线交叉后续的涨的概率很高，至少是能涨过交叉点的。但是当蓝线高于黑线的话，就是持有地址数高于币价，则就有可能会跌。不过这种跌幅呢，我们还是要结合趋势来看的。如果说在这里蓝线是和黑线有趋于结合交叉的趋势的话，你还是可以考虑买入的，逐渐建仓了。因为后续很可能就是我给你们画出来的这样的走势。按照上一次交叉的时间点来看呢，不会太在近期几天就会发生暴拉可能下一次交叉的时间点会在1周、2周最多可能也就是2周以后了。那么2周以后最令人期待的事件就是2月1号的美联储加息会议嘛，距离现在也没几天了。如果说大家想布局、想做波段的话，只要这段时间没有新的大雷再爆掉，而且呢，你们自己可以去 Glassnode 上面去看一看，持有以太坊1个、10个、100个这些地址的数量和币价的关系是否趋于交叉的关系。如果是，或者是大概率是，大部分是，那你们就可以考虑做一做看。好，欢迎大家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聊拜拜。